这是为什么呀？老爷，你可回来了，宝儿死了。儿子，他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？且慢，请将曹公、曹夫人扶开。哎，曹公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发现的时候就这样，我们也不敢动，就找了块白布给盖上。这金帕上画的鬼面，看着也不像是方相。这绝不是方相，方相是4只眼睛。这2只眼的应是七头。什么是七头？按我大唐丧葬习俗，人死后，家人要登屋顶，呼喊死者的名字进行招魂，之后裁剪死者衣服后服，留作纪念。再之后，才可沐浴，穿上名衣，并放置灵床之上。最后才是盖上缨布。所谓缨布，又称鬼衣。这布上所绘之像就是七头，按传说，它能收存亡者的魂灵。谁杀死了我儿子？是谁最先发现的尸体？是我。我今天在门前叫阿舅，因为我跟阿舅约好了要去城外滑沙的。阿舅，阿舅，我们几时走啊？阿舅。赛赛，你阿舅还没起床吧？才不会呢。多宝阿舅从来不睡懒觉。阿舅，阿舅，多宝。我叫多宝，进城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，只要随便找个小孩，说找讲东行讲的最好的多宝，就能找到我啦。还真是的。你们怎么会认识我儿子呀？路过莫高窟之时，有幸相识，是个淳朴聪慧的好少年。原以为只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，不想竟是曹公之子。本来我还想进城后来寻他，让他再带我游莫高窟，没想到竟遭此不测。多宝喜欢读书，热爱敦煌的现在和过往。多嘴！生在曹家，那打小就应该学着操持家业，这可好。整天就要做什么讲解地境风物的雅人，把曹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孩子都没了，你现在说这个做什么？是啊，丈人，您啊，先别着急呀。别叫我丈人，年龄和我相仿，欺骗我闺女，不就是图我的钱财吗？我跟安荣，我们是一见钟情。你别说话，爹，我跟樊松林已经结为夫妻，这没什么丢人的。
老夫少妻，那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儿。他不也比您小20来岁吗？再说了，樊松龄不叫您丈人，那管您叫什么？难不成管您叫曹兄啊？您要觉得不乱了辈分，我就让他叫。混账东西！曹公，息怒，息怒！你打我！来，给你打死我啊！省得我分一份家产，你全把家产给那个叶来。可惜他儿子死了，给他的以后也不姓曹。曹荣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拦着呢！哎呀，别打！住手！要打出去的。这里在验尸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云顶县尉卢凌风，来沙州执行公事。那又有什么权利在沙州探查命案？我夫李炽是司法参军，为何不见他？你闭嘴吧！还好意思提他？你们是仵作吗？装模作样的，到底会不会验尸啊？混账！苏先生是狄公弟子。狄公？狄公是谁呀？哎呀，狄公就是狄仁杰啊，这你都不知道？你瞪我干什么？狄仁杰是谁？我又不认识。一群混账东西，都给我出去！有老二位了。樱桃记：口唇青紫，口内、鼻内有血迹，脖子处有掐痕，初步判断是窒息而亡。爹，把那丝巾解下来，解开。伤口深不深？并无大碍。爹，我昨天在您面前撒了谎。爹知道，他当时就在屋里拿着弯刀。你是怕他伤了爹吗？李炽，鬼迷心窍，大逆不道。可看在他是您上门女婿的份上，求您放过他吧。你爹就是一个商人，这个案子归公械管，爹说话有用吗？来，起来。你可是爹第一个孩子，若参与谋害于我，爹的心可就真碎了。唉，多好的孩子呀！真是替曹公惋惜。昨日还不如叫他一直陪着我，也许便无此难了。师傅，
包起来。是。事情告诉你们，李治和丁茂已经下大狱了。阿峰，我爹为何要下狱？趁夜黑风高，他要杀阿翁，该不该下狱呀？娘，为何我爹要杀阿翁？李治竟干出这种事来，真是可恶。丁茂为何也被抓了？事已至此，也没必要隐瞒了。老夫啊，早就立好了遗嘱，本来想今天告诉你们，不曾想李治勾结丁茂，提前知道了遗嘱分配遗产的内容，所以要行刺老夫。李治真不是个东西啊，亏他还是个当官的，真是道貌岸然，虎狼之心。爹，那遗嘱内容你也想知道啊？看来你们都想知道。赛赛，念给大家听。老夫膝下3女1儿，花下之葬，入窟西去，所及家产留于儿孙，多宝当继承家产，故得5成。夜来1成，阿英家1成，阿荣家1成，阿孝未嫁可得2成。立主人曹仲达。你们觉得老夫分配的公平吗？不公平！我是长女，招得赘婿，为何只分1成？阿姐，你这话说的是觉得我分的多了，还是你分的少了？我虽婚配，却留在曹家，而你是嫁出去的，不应该有区别吗？可你不想想，那李治都干了什么呀？爹在立遗嘱之时，李治什么都没有做，是这份遗嘱逼的他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火？我只是想讨个公道。李治为官，却肯入赘商人之家，不该这么对他。你男人现已成阶下囚，你还在这替他争？我是奉父命成婚，而且李治也是父亲认可的上门女婿，不像你，你怎么也不替我说句话？钱是身外之物，你不就是个废物？爹，当年你既让我招上门女婿，就应该拿女婿当儿子看。可现在多保5成，我全家1成，公平吗？赛赛姓曹，遗嘱中却只字不提，公平吗？我是长女，却分的不如曹孝多，公平吗？别吵了，阿弟死了，今日爹也要走了。如果阿弟能活，爹无需希望，我那2成都给你们又如何？笑笑，也就只有你是爹的念想。好话谁不会说？就是说真话的只有我曹英一个。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一夜之间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啊？司法参军成了刺客，这又发生了命案。本州长史本就空缺，司马也不在，我又不懂查案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卢某不才，愿请命探查此案。可康国使团过几天就要到了，他们抵达沙州后，你要马上启程回京的呀。卢某当在使团抵达前探破此案。哎呦，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啊！不过卢某有个请求，让苏无名与我联合探查此案。我知道，苏先生现在是白衣之身，不过毕竟是当过大理寺少卿的嘛。如今沙州正在用人之际，苏先生若能助卢县尉探破此案，张皇求之不得。那就请刺史派人把尸体移到乾德堂。
验尸事宜还没有彻底完成。这个好办，我这就去下令。哎呀，康国使团来沙州之前探破此案，你这么有把握？此案不难，凶手离不开曹家，你就这么没把握吗？你这结论下的太过武断了吧？如果凶手是外人，杀人后通常不会考虑死者的亡魂会对自己怎么样，只有身边亲近之人行凶后才会担心鬼魂会找自己算账，所以才会在多宝的脸上蒙上那块阴布，以罩住所谓的亡魂。分析得好。曹仲达是沙州首富，其家人都知道他要花甲葬了，而多宝作为他唯一的儿子，当继承更多家产。现在多宝突然死了，谁会受益？我看曹家三姐妹皆有嫌疑。此案线索不多，但有作案动机的人不少，需一个一个的询问。再有就是还要进一步验尸。那就兵分两路，我问询，你验尸。你们不会认为多宝是我杀的吧？杀多宝，难道你没有作案动机？当然没有。你得知曹公遗嘱详情，便起了杀心，无外乎是为了分得更多的家产。杀曹公，篡改遗嘱，这恐怕就是你的预谋吧？改遗嘱容易露馅儿，杀死曹公需要胆量，可杀死一个孩子可就容易多了。多宝一死，你作为长婿和赘婿，再加上赛赛姓曹，就会分得更多家产。默认了。怎么碰到你们真是倒霉。是，我是想杀了曹仲达之后跟丁管家改遗嘱，可这不是未遂被你们抓了吗？陆县尉，多宝是个不错的好孩子，虽不喜欢经商，可若能长大成人，必成大器。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啊！这是在把自己摘出去。昨日酒宴你早早便离开了，而多宝是死于亥时，你有充足的作案时间。我昨日离开天德堂，直接回了家，我倒头就睡，一直睡到寅时。不信，你们可以去问阿音。李赤从千德堂回来，一言不发就倒在了床上。我知他有心事，便想先把孩子哄睡，再听他倾诉。可待赛赛熟睡，他也已鼾声如雷。他半夜出去，你可知道？知道。他是何时醒来的？寅时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父亲就要花甲葬了，我彻夜无眠。不公平，只给一成，白当了赘婿，不公平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酒喝的太多？我煮了醒酒汤，去给你盛一碗来。等我盛了汤回来，他人已经不见了。就是这样。怎么？我的话你们不相信？那可以去问赛赛，孩子是不会说谎的。我爹回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，倒头就睡，他都不理我。后来我娘帮我洗漱，哄我睡觉。
我爹是不会杀多宝阿舅的，我爹很喜欢阿舅的，真的。你别哭别哭，我们只是问问你，并没有说凶手是谁啊。曹赛赛，阿舅的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？那你能不能把早上的事情再仔细跟我讲讲？我先在门前喊阿舅。阿舅，阿舅，阿舅。掐死了！多宝被人掐死了！姨父又到院子里喊了一通，我娘、二姨、小姨就都来了。你说的姨父是樊松龄吧？他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跳舞啊？对啊，他就喜欢跳舞，每天都跳。那个老男人怪里怪气的，一看就让人讨厌。雪欢。当时樊松龄说，多宝是被人掐死的。对啊。那他有没有仔细查看尸体，揭开盖在多宝脸上的阴部？没有。你的姨父是做什么的？他是造曹家窟时，阿翁聘请了督料。督料是做什么的？就是洞窟营造的总设计者，博士、师、匠、生都归他管，督料全负责施工。对，姐姐懂得可真多。我二姨是个笨蛋，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我娘说过，狄公可厉害了，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。卢县尉，你有本事，可一定要为我多宝阿舅报仇啊！放心吧，赛赛，卢县尉一定不会放过杀害多宝的凶手。卢县尉也要靠赛赛帮忙啊。还有别的线索吗？阿舅，他不喜欢钱，不想要家产，更不想当商人，他只想向外来的旅人讲解敦煌。他懂得可多了呢，他编了许多故事，都记在了一本红皮书上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去阿舅房里找那卷书都没有找到。你找书做什么？我要把书上写的都记下来，将来我要像阿舅那样做敦煌最好的牙人。哎，你看什么呢？这是多宝写的书，里面记载了敦煌的历史、宗教、景色，还有美食。这么小的孩子，会写书？啊，当然，跟传统意义上的书卷还是有区别的，但内容丰富，字里行间透着多宝聪慧清澈及对家乡的爱。好看也不能一直看呐。那不有人在验着呢吗？他，苏无名，你快过来！老费，你看我新收的这徒弟咋样？什么时候收的徒弟？哎呀，赶紧看看，此为何物啊？好像是纯芝。当初在长安协律郎孙旺耳朵后面就发现过纯芝，不对呀，
这多宝是个孩子，怎么可能跟歌姬有染呢？啊，这个颜色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？洞里画像上的樊松龄。验尸结果如何？还真有新发现。我们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，就在曹家二女婿樊松龄的身上。哎，我们这儿也是樊松龄。我去把那老东西提了，审他。等等，曹家的人都问完了？还没有。越是时间紧迫，我们越是要稳住阵脚。有道理，待审时，就审他个水落石出。害死我儿子的凶手，找到了吗？曹公，已有线索了。老费，苏先生，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瞒着老夫啊！你告诉我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而且过了今天晚上，我就没有机会给我儿子报仇了。你得告诉我，凶手是谁？曹公，此案由卢某负责，虽有线索，但尚未确定凶手，还望曹公见谅。行，那既然这样，就把儿子的尸首还给我。我是要归西的人了，今天晚上就让我背着我儿子进曹家哭吧。曹公，若想查明真凶，仍需验尸，所以孩子的尸首不能让你带走。儿子，爹对不起你呀！你这么年轻就经营曹家贵坊，曹公很信任你。我爹也是没办法，多宝还小，又不喜欢生意，贵坊只能交给我。你问的这些跟我阿弟的死有关系吗？卢县尉只是想让你放松下来。我一点都不紧张。那经营贵坊，除了给曹家赚钱以外，你自己赚的也不少吧？我付出的辛苦多，自然赚的也多些。但赚得多也不是罪过吧？父亲每做善举，我就会跟在后面捐钱，就好比昨日，1万个馕的钱就是我出的。我还专门吩咐店家，让他和面的时候多加些蜜，让那些穷苦人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三小姐，有如此心胸，卢某敬佩。您还是赶紧问些有用的吧，要么我自己直接说。我们3姐妹跟多宝不是一个娘，但我们姐弟之间关系很好。多宝喜欢史书，爱讲故事，喜欢敦煌的一草一木，理想是把敦煌介绍给更多的人。他才是有大志的孩子。那，你的2个姐姐曹英和曹荣对多宝如何？裴小姐，你是侍郎千金，自长安来，却问出这种婆婆妈妈的问题，我不想回答。三小姐，不要误解，我们也是想找到杀害多宝的凶手。大姐眼里只有她的夫君，2姐眼里只有家产，对多宝当然没那么好。能说说你的继母叶来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既是继母，便是长辈，我不能在背后说讲于她。夫人呐，我看你就是太过悲伤，这样可不行啊！你是不是觉得
胸口闷得慌。闷得我喘不上气来。你瞧，被我看出来了吧？哎呀，夫人，快让我给你搭搭脉吧。哎，开个方子，抓几副药，保管你有所缓解。嘿嘿，夫人。曹夫人，请你先说说昨晚用餐的情况吧。当时都在，多宝和我、阿音、阿笑、赛赛、樊松林跟阿荣后来也来了，我们一起吃的。可曾饮酒？没喝酒。怎么派你们两个来问我？那个姓卢的县尉呢？还有那个姓苏的嫡公弟子，他们到底能不能为我儿子报仇雪恨？不是，我和夫君平时不住这儿，是因为爹要花甲葬了，我俩才提前赶来，给他老人家送行。怎么，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吧？哎，谈不上怀疑，只是例行问询。哎呀，你就是说怀疑，我也不在意。这多宝一死，家产不全都成我们姐仨的了，能不被怀疑？不过，我可不是坏人。我心软的就像个菩萨，要不然能嫁给老樊啊？对呀，你为什么嫁给樊督廖呢？你们别看他长得老，他在沙州可有名气了，因为他讲求风尚，这最流行的衣服、靴子，他都是第一个穿的，所以吧，我和他就聊得来。这一来二去的，他就追我呗。我看他追得那么辛苦，那么可怜，我就动了菩萨心肠呗。哎呀，你这菩萨心一动，就成就了老夫少妻的一段佳话呀！你可真会说话。昨夜亥时，二小姐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啊。在这儿做什么？睡觉呀。老樊岁数大了，天一黑就打瞌睡。再说他早上还得出去跳舞呢，必须得早睡。哦。早睡确实是个好习惯，你二人是一起睡的？当然，我夫妻一向相拥而眠，从不分床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在查命案，这夫妻互为证人，行不行啊？卢县尉吧，我们是张刺史派来协助办案的。来得正好，你们去把命案嫌疑人带到千德堂来。是。过去。这怎么能这么对樊督廖？樊老领沙州封上之先，德高望重啊！哪有苏先生说的那么好？不过是虚度了多年的光阴而已。哎，倒是为营造莫高窟出了心力。谁问莫高窟了？樊松龄，在。我问你，多宝的尸体是曹赛赛最先发现的，对不对？怎么是这位小郎君在问话呀？好好回答！哎，你当时在干什么？我当时啊，刚起床，正在院子里跳舞。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，无论是男子舞还是女子舞，也无论是剑舞
还是软舞，我都喜欢。胡腾、胡旋、黄章、绿腰，我都会。现在上了岁数了，可是习惯没变。每天早晨起来呀，我都得跳那么一阵子。樊督廖真是老来俏啊！哎呦，惭愧，惭愧。哎，对了，说起跳舞啊，我丈人曹公，那才叫跳得好啊！哦，曹公也会跳舞？会呀，会呀，他最擅长的就是魂托舞，以前我都不知道。你扯远了吧？说说今天早上的情形，看看跟赛赛说的能不能对上。有这个必要吗？说。当时啊，我正在跳那个这种舞啊，女子跳得多，但男子也不是不能跳。我呢，就特喜欢。阿娇，阿娇，我们几时走啊？阿娇，赛赛，你阿舅还没起床吧？才不会呢！多宝阿舅从来不睡懒觉。阿舅，来人啊！你复述的没错，赛赛说，你一进门就对院子里大喊：“多宝被人掐死了。”是啊，出了那么大的事，我不得让全家人都知道啊！你怎么知道是被掐死的？我随口一说呀。随口一说？啊。凶手杀人方式多种多样，樊督廖是营造洞窟的高手，应没学过仵作吧？即便是大唐最好的仵作，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人是被掐死的。你并未揭开阴部，也未检查尸体，就断定人已经死了，还是被掐死的，除非就是你干的。哇，真是猜的！那你猜的还挺准，跟我初步验尸所得完全一致。老东西，就是你掐死了多宝，要不怎么能说的这么准？哎，不，你们可不能乱说呀！哎，你们不是州官，不能审我！哼，站住！张刺史受命苏先生和卢县尉特来探破此案，行临时司法参军之命。你要赶走，我的横刀可不答应。我没说要走啊。命案是要讲证据的，你们不能把我随便说的一句话就当作是证据吧？我不服。你的指甲就是铁证。血环。颜色质地完全一样。这一小块是在多宝耳朵后面的头发里找到的。樊督廖，这回你该后悔追逐风尚了吧？这都是韩荣让我干的呀！带曹荣分开审。无法乱，斧头案，
马鸣萧萧彩云散，功名事惹人烦。千重渡过万重山，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，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你我。